思琪，哥，对不起，大哥，我不应该忍心去招人一层恶的。易子鹤这个混蛋，我要报警把他抓起来！不要，大哥，不要报警！易子鹤手机里有我的视频，不要报警，不要报警！沉香能静心，忘掉那些糟心事儿。只要有大哥在，什么难关我都会挺过去的。是我太任性了，害你担心了。是我失职，你刚好，我应该多分点心思在你身上的。你好好睡一觉，忘掉那些不快。我舍不得闭上眼睛，我就想一直看着你。哥，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吧？不会。你别想这些了，好好睡一觉。既然你要娶这个易家的女人进门，那我也要答应易子鹤的追求。你放心吧，你妹妹不会和易子鹤在一起的。对不起，大哥，我不应该任性去招人一层恶的。不然，思琪要静养，辞职信我发到你的邮箱了，房租也会打到你的账户里，还有他，就要拜托你照顾了。安静的只剩下呼吸。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思琪的遭遇，我有一半的责任。那天我不该以为他说的那个话是气话。感情不仅会让人失去理智，还会带来不安、埋怨、憎
恨，这些会冲散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美好。我不想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结束。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故事的开始总是默契的完美。每个甜蜜滋味，反复的回味。好聚好散才最帅气。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跟随。认定了谁，那么的绝对。我忍住眼泪想挽回，你却向后退。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他现在更需要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最后的挽回停留在你走的方位。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应该后退。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你的爱太完美，我应该捍卫。真心喜欢你，想亲你一口。你不是说亲亲抱抱是合同内容吗？这算怎么回事？我得装作被你侵犯。你跟我出来就是为了制造被轻薄的假象？你疯了！为了别陆千要跟不染分手，你拿自己清白开玩笑？只要能让我大哥离开不染，我这点小牺牲又算得了什么？不对，这样还不够。
干什么？演戏嘛，当然要演得像一点。够了！我愿意配合你，不过我是为了让你知道，就算陆三和不染分手，也根本就不会爱上你。你没必要因为这种事情伤害自己。你现在这样回去，你父母应该会担心吧？你要不要先去我家住？我爸妈经历的事儿比我多了，房间都给我收拾好了，就辛苦你帮我搬家就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我这不怕你父母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难过吗？你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子吗？和平分手，只不过就是感情里的一场失业，小菜一碟。你还好吗？投影着我最寂寞时分，情绪拉扯的残忍，是否连疼痛都太精深？谁说我们彼此要敢爱敢恨？两个终点相同的女人，我们明明就很相爱。那样愚蠢却奋不顾身，不断回忆我们也曾经的爱到失真，遗憾总在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我好想你，很想念你，我只能瞒着我自己，拼凑好情绪说可以，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很想念你，眼角流下的是在意，所有剧情被你决定。很想念你，我的寂寞才不安静。很想念你，我只能瞒着我自己，拼凑好情绪说可以，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很想念你，眼角流下的是在意，所有剧情被你决定。很想念你，我的寂寞才不安静。
憾总在来不及。我好想你，很想念你，我只能按照我自己拼凑好情绪，说可以，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很想念你，眼角流下都是在意，所有剧情被你决定。很想念你，我的寂寞最不安静。很想念你，我只能按照我自己拼凑好情绪，说可以，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他还好吗？眼角流下都是在意，所有剧情被你决定。很想念你。你们就算是再着急，也不能动手伤人呐！残阳可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你们那也是他欺骗我们在先呀，我这次还是轻的，下次我不会这么轻巧。王阿姨，陆总受伤了，他为了护着小冉，被锄头砸了头。他们现在在哪儿？往那边去了。我这也是，我也不是故意的。赶紧回去，赶紧回去！你气死我了！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还动手打人？你这伤口这么深，万一变成疤了怎么办？我还挺感谢他们的。你还感谢他们？你被砸傻了？我都还没说你呢，你头最铁是不是？看到那个锄头落下来，你自己往上凑什么凑啊？还挺值的。值？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多亏这一锄头，不然的话你还离我8丈远呢。怎么会在这儿给我处理伤口呢？我真希望他们多给我来几下，这样我可以去医院住几天，你可以多陪我几天。不知死活！担心我？放心，我没事儿。你少自恋了，前男友。上次的事儿，过去的事我们不说了。古巷的项目，不管怎么说都有我在，你不应该一个人往这儿跑。还好今天你没受伤。虽然我离开公司了，但是这个项目出了问题，我一定会跟到项目问题解决为止。知道你责任感重，吃颗糖压压惊。亏你还吃得下。我受伤了，吃个糖补补。在这儿遇见你，怎么说，叫心有灵犀一点通。谁给你心有灵犀一点通？你公司有那么多人，别遇到问题总是大包大揽亲自上阵。哎呦，头疼了吗？我看看。还说不担心我？我是礼貌性的关心一下刚刚救过我的人。喂，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说是工作组的人到公司要了解具体情况，我得先回去一趟，我先送你。不用了，你先去忙吧。王阿姨应该很担心你，我去跟她报个平安。你跟她打电话就行了，不要在这儿待着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了，你去吧。
庆勋，我有事情找你帮忙。我再去办点事儿，一会儿联络你。行，那我在老伙计等你。你伤口怎么样了？我没有关心你啊，我只是……你要是再不关心我，我伤口可能真的好不了了。那你等着吧。工作组的人有为难你们吗？只能说是来者不善。哎，你干什么？藕断丝连，害人害己。干什么？你今天怎么了？穿的人模人样的。我找到工作了。你跳槽了？不做老伙计了？我去了易华。你去易华？去易华做什么？陆思琪为了赢你，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对你造成了伤害。陆晨阳又被兄妹之情裹挟，眼瞎不作为。我只好小小的教训了他们一番。就因为这个，你就联合易华让古巷改建项目停工了？恰恰相反，来之前，作为项目审查的主要负责人，我去见了陆晨阳，跟他商议了解决办法。你是商议办法还是雪上加霜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陆晨阳会给品上造成多大的麻烦？他们麻烦多是他们的事情，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底线。那我现在很认真的告诉你，就算我和陆晨阳分手，那也只是我的事情，我不需要别人为了我的感情出头。如果你真的在乎我这个朋友，就请你马上停手。我已经上了冲撞品上的火车，在品上坍塌之前，火车只会加速。千寻，你疯了吧？不然，别再管品上，这些都是陆晨阳应得的。你到底怎么了？对了，你应该还不知道，其实我姓陆，是被陆明宇抛弃的亲儿子。所以，对于一个夺走了我一切的人来说，我难道就不能小小的惩罚他一下吗？你不是跟我说你从小在国外？你说你爸爸是一位建筑师，他就是……对。我爸当年一心扑在公司上面，任由我妈带我离开。后来我听说他跟易华合作失败跳楼，我那个时候看新闻，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我明白了，当年在餐厅，你就是想接近我。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要利用你的意思，我后来对你的一切也都是真心的。我知道。不管你为什么出现在我身边，不管为什么你要跟我做朋友，我都能接受。我不傻，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我能感受出来你不是在利用我。但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你马上要变成像我奶奶那样的人。城郊古巷改建因设计师不染使用违规建材，导致项目停工。据传，该设计师曾经异业，且通过非正常关系成为古巷改建负责人。哥，你看到了吗？这次我们必须要舍掉不染了。古巷的事情，怎么会涉及到不染？王记者，
这次古巷材料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不然。他看到我的朋友圈后，自作主张的跑出去被人针对，这怎么能怪我？事情已经这样了，不然要是能扛下所有责任，那品上就能在材料事件当中隐身。陆思琪，反正他的名声已经臭了，那不妨为公司做点贡献，事后再弥补他也不亏啊。你闭嘴！我之前当你是任性，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的不择手段。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错？哥，你在说什么？易子鹤绑架你，完全是你自导自演，就是为了逼我跟不染分手，是不是？不是的，我没有。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肯放过易子鹤？所以我就找过易子鹤了。我一直没跟你说，是因为我跟不染的症结不在你。可我想不明白，你都已经赶走他了，为什么还要一次次的伤害他？陆思琪，你恢复记忆之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也会对你很失望。我们的回忆快要过期，时间给我们一个教训，越来越不敢确定我们的关系该叫做还是无交集的平行，好好透个气，让情绪暂停，有心领略那种缺席的机遇，想独自在一望无际刚放晴的晴天里，把心情清晰的感情好好透个气，再好好考虑爱的际遇该暂停还是继续，我确信孤独是也给的机遇，只是可惜沦为爱的痕迹。你怎么来了？你今天过得好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来看看你。古巷的事情，你别担心，会解决的。对，都会解决的。陆总不是该忙着处理古巷后续吗？怎么有时间找我？聊聊合作吧。我退出品商，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我就是在做我该做的。你的目标不是品商，你的仇人也不应该是思琪。你可以对我不满，你是我养父的亲儿子，他生前的理想不能就此中断。
还有不然，他就想做一个好的设计师，不要把他牵扯进来。好啊。说吧，有什么事情能让布大设计师来找我？姚蜜，上次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当时我确实以为你说和易子赫在一起是气话，没在意。但这个不是我这次来找你的原因。我知道古巷需要人负责，那我应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网络上的新闻你应该也看到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的根源在我推荐的建材上。既然这样，我觉得由你出面组织公关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这样古巷也有复工的希望，品上就能打破现在的局面。我听明白了，你是觉得这次你肯定逃脱不了，所以倒不如留我一个人情，对吧？建材的选取上我确实没有严格的审核，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承担。好啊，我同意。喂？什么？对不起，陆岑阳在品上的旅程要到终点了。古巷是我爸爸生活过的地方，我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没想到在古巷的使用材料上出现了问题。这跟之前大家在网上声讨的设计师没有任何关系。不然设计师在此之前就已经离职，后续的相关流程都是由公司审核过后才落地实施的。现在出现了问题，我有直接责任，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所以我会承担起相应的代价。从今天起，我将辞去品上的一切职务，今后也不再过问公司的任何具体事务。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公司同事、合作方，还有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品上。陆岑阳在此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各位，珍重。这下你满意了？关于品上在项目上出现的问题，我已经挑不出新的毛病，我会尽快提交给相关部门。我持有的股份，我会尽快交割给思琪，当然也有你的份儿。我付出了我的代价，希望你遵守约定，让古巷顺利复工。古巷复工的事情，我已经有想法了。再说，你现在想管，也没有任何资格。品上是爸爸留给你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什么在你心里比品上、比爸爸更重要的。今天，你却为了不然，放弃了品上，抛弃了我。是我低估了不然，低估了他在你心中的位置。妈，我回来了。妈，我爸呢？我不是你妈，我没法替他回答。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电话也打不通，辞职是怎么回事啊？品少你打算这么不管了？古巷改建你也不管了吗？你妹妹都找你找疯了，你知道吗？你是怎么一下子问出这么多问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做饭？我都已经跟公众辞职了，我现在不做饭，我还能干嘛？陆晨阳，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中国话。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陆晨阳，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责任心？我走的时候已经把公司托付给思琪了。福月阁那边，只要我一回去，我就会想起我爸，一想起我爸我就难受，所以我没地方去了，我只能来这儿。我这儿也不欢迎你。哎，不是有电话。再说了，我和你没有关系。电话，输入电话，接一下。陈阳，你到家了吗？我们刚跟马医生沟通完，确实需要住院几天。爸，你们怎么去医院了？我妈不舒服吗？别紧张，医生说了，你妈最好是在医院住2天，做个检查。上次来忘了预约了，多亏了陈阳这次安排。小冉啊，我挺好的，你要好好谢谢陈阳。好的，阿姨，阿姨再见。恩人关系。陆晨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啊？品上不管，思琪找不到你，古巷改建也搁置了，这么多事情需要你做决定，你倒好，动动嘴巴辞职之后人就不见了。所以你去品上帮忙了，为了我不被骂，所以去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古巷，为了姚蜜，是不是你当初把我骗到节目让我帮你的？是不是你说那是你爸爸小时候的地方，你想好好改建它？是不是你说那个地方到了花季的时候会开满玉蝉花？谢谢你没有放弃它。那你为什么要放弃？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现在什么会比这个更重要？陪着你啊，从今天起你上班，我在家给你洗衣做饭。陆子阳，你个大男人真是没救！我们还有一个汤就好了，西红柿鸡蛋汤，西红柿鸡蛋。易华的那几个项目已经发你邮箱了。就知道这么晚没回家，在加班。当这菜市场呢。逛这儿来了，我想去哪就去哪，你管不着。私闯办公区域，性质可是很严重的。那你报警吧，报警把我抓起来。来啊，来啊！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先吃点饭，我亲手做的。堂堂大总裁怎么沦落成厨子了？怎么收费的？要不要我订点员工餐，就当帮你拉业务了？你呀，不回家吃饭，我就只能来给你送饭。回家？陆晨阳你……哎，不是你想的那样。陆晨阳，你真不要脸！对，我就是不要脸。我只要不然，来，尝尝。尝尝。警务室吗？赶紧派人过来！现在有人私闯办公室。金轩，你来真的是吧？不然呢？你现在还有3分钟。这样，你先回家，我忙完就回去。我再陪陪你吧。还有2分钟。那个，你记得吃啊。5、4，我在路口等你。3、2，记住。别吃这些东西了，一会儿跟我出去吃。不用了，还有很多工作，一会儿凑合吃一点。
今天开会，陆思琪没有为难你吧？没有，我能感受到，他虽然嘴上还是很排斥我，其实心里很依赖我。那就好。这条路也太黑了，你晚上回来不安全。以后我每天送你回家。今天辛苦你，明天开始我早点回来。这个木桩子天天在这站岗吗？站了有几天了。幼稚。谢谢你送我回来。真想谢我，就请我到屋里喝杯茶吧。下次老伙计请你喝。够美。走了。路上小心点。喘不上气儿就别说话了，手电筒，照路。没事吧？路太黑了，没看清。是有点黑。我背你。干嘛？你害羞啊？又不是没抱过。那能一样吗？在我心里没变过。萤火虫。黑夜的微光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太接近命中注定，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我们都有交织的星球，我们是在最。黑夜的微光闪烁着，指引我步步走向你，跳动着独立的
的心太接近命中注定，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这样以后回家就不会崴脚。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我们牵手把地很沉重。你在的地方是快乐，告诉我要到哪里去。像两朵奔波山间的云，被风吹走到一起。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你看着我，我很确定是爱情。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你看你，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为了你，值得。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你是故意讨好我的。放开！我不是讨好，我是想要道歉。之前辞职消失让你担心了，我以前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我的脉搏因你跳动。看什么看？我又没说要原谅你。你能听得到吗？我的脉搏因你跳动。我先回去睡觉了。能感受到吗？我的心情因你变化。软的风吹过我们曾经寻觅爱的领地，恰好到了这里。可以进吗？可以。隔壁邻居王叔叔家的图纸，想让你帮忙给设计一下。你放那儿吧。哦。我的设计稿。故事还没开始，结局未完待续。你能感受到吗？我的心情因你变化，软的风吹过我们曾经寻觅爱的领地，恰好到了这里。我喜欢你无畏的眼睛，好似偷偷藏着缱绻的爱意。
情，让我肯定地相信爱的意义。也许时间会止停，风一会醒，最后是你那边足矣。这是易华的错误，我们得认。你，没想到你又在背后捅我一刀。7年前，你为了陆明宇，不惜坐牢也要检举公司有问题。7年后，陆岑阳的3言2语，你又为他卖命。你是在替步慧云母女俩出头吗？你对我是又绝又狠。妈，你一定得相信我。我想做的事，一定是为了易华以后能走得更远更好。我是您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可能改变。我想在我的手里结束我们和陆家的恩恩怨怨，不然这一次，易华很难全身而退。华董，如果你愿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众说明过错，保证易华从今往后绝对不会用任何卑鄙的手段干涉任何公司的任何项目。今天的事情，我们一切好说。妈，我们不能召开新闻发布会。你们里应外合，联合起来想要打压易华，没门儿！易华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大哥，你帮着外人逼马，以为是在帮不然，你这是要和他们一起帮陆思琪，要壮大另外一个陆氏集团。陆思琪才是最大的赢家，到时候不然只会受到更大的欺负。你最好想清楚，不要帮着仇人的女儿助纣为虐。我和思琪是什么关系，不用心仪操心。孟总，华董，我愿意放下恩怨，和易华和解，也欢迎你们放下成见，和品上合作共赢。另外，我还想请你们帮我带一句话给易子鹤。上回我利用他逼我哥和不然分手，害得他东躲西藏，我心里过意不去，想跟他说一声抱歉。抱歉？我儿子一天到晚魂不守舍，都是你害的，你竟然敢骗他，看我不收拾你！孟总，想要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吗？陆岑阳，你用不着威胁我，就算易家认输，我还有娘家呢，绝对不会放过你。好了，这里是易华，妈，是他们咄咄逼人，我们不能好声好气。心怡，你歇斯底里不是怕我们，你对易华也不是真的关心，你最在意的是子鹤能不能继承家业，是你的自尊心作祟，才导致了易家的割裂。母亲，易敏才，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刚刚喊我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分不清形势吗？这不签字，咱们就完蛋了。你闭嘴！从结婚之前你就是一个窝囊的人，事到如今你还不如从前。幸亏这个家有妈和我撑着，你心里亏不亏？亏！我最亏的就是娶了你，夫妻一场，你会忍着我碌碌无为，无非就是让儿子接班嘛！啊，好让你扬眉吐气。这么多年来，你把我当过你的丈夫吗？没有，我早就收购你了。如果你还这么闹下去啊，就按你之前说的，我们离。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闹。易敏才，你疯了！我没疯，
都是我们的错。当着大家面，给我大哥认个错。好，你拿我认错，离就离。林才，虽然你不聪明，但今天你实在是不该说这么愚蠢的话。妈，我窝囊够了，我不想再为了易华的长久之计，去忍耐不走心的婚姻了。只不过今天我清醒了，及时止损。您要是不满意，也当没我这个儿子吧。对不起。华总，您等一下。看来你们不逼我退位是不罢休了。您误会我了，从开始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斗垮易华，从来没有。我只是想要完成我爸爸的理想。这是投资人对易华和品尚一起改建古巷提出的意见，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两家公司的桥梁，说服您同意两家企业合并。保留由秦巡领导的易华管理层配合品尚的管理层，重塑易华的企业文化，进行产品升级。我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我不会被你的三言两语吓倒。其实，我今天想带您去一个地方。去哪儿？您跟您孙女儿第一次联手的地方。华总，这就是您跟不染第一次合作的地方。在开工奠基仪式上，您当着我的面，第一次承认了不染是家人。见识过你的设计，陆总真是慧眼识珠啊！接下来好好做，不光要为了你的老板争光，更要为你的家人长脸。那一天，对不染的触动很大。华总，我相信在那一刻，你也为自己的孙女骄傲吧？老太婆偶尔流露一点人情味儿，也是为了场面上好看。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姓布的，去动摇大众对易华的信任。公司跟空间都只是一个壳罢了，能够真正让公司和空间活起来的是人，是对的人、对的审美，能够赋予它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福利院经过改建以后，给更多的孩子带来了更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也越来越乐观、开朗、有爱。人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院长说，最近这段时间来福利院领养孩子的夫妻，都会遇到跟自己投缘的孩子。让更多人重获亲情，这就是我们两边协作获得的喜人成绩。华董，您难道真的不想跟闵德书一家人和解吗？
华是我对我先生的惦念，只有一直把他做强做大，我才觉得对得起他。你的提议，我丝毫不会动心，因为你太让人难料了。谁知道下一步，你会不会把易家从易华彻底割裂？华董，您的担心没错。曾经我也是福利院里最孤独的一员，直到遇见了我爸，我的脸上才有了像他们一样的笑容。我爸的死，我一直都耿耿于怀。我曾经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为他报仇，我绝对不会放过易家的任何一个人。但直到我遇见了不然，一切都变了。他要我相信，我的人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我的喜怒哀乐也变得跟他息息相关。就是因为他，我才一次次的放过了易敏才一家人，一点点的融化了我内心的仇恨。陆叔叔，小雨。恭喜你啊，拥有了新的爸爸妈妈。我以后有爸爸妈妈陪我了。陆叔叔，你也不要太忙，多陪陪不然姐姐，知道吗？好的，小大人。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跟不然姐姐有时间的话，一定会去看你的。去了。叔，拜拜。拜拜。咱们回家。晚上想吃什么呀？什么都行。华董，我们从事的事业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那是不是能让我们所爱的人也享受到这份幸福感呢？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们两边合并成功以后，我就彻底退出。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不然，我要陪他到处去采采风。我答应过要帮他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我一定会说到做到。所以，希望您能帮我早点退休。奶奶，您跟我还有不好意思啊？当我不知道你们分手了，别叫我奶奶。奶奶，我们两个早就和好了。千寻，你去和股东们知会一声，交代合并事宜，就说我已经点头了，大家全力配合。是，董事长。敏德，你去联系一下媒体，我这张老脸再露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然，你对福利院和古巷改建上的设计充满了感情，的确让我眼前一亮。我用手段拿走了你的图纸，的确是不光彩，说明我的能耐已经跟不上了。以后的易华，你们要用最好的设计和服务，给我做大做强。不然，我会回来纠正我今天的决定。奶奶，那以后我拿自己的设计征求您的意见，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呀。
好了，我想回去补个觉了。妈，我送您回去休息。思琪，你怎么又来了？当然是等你了。我刚从易华那边过来，发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我知道我们家做了一些对不住你家的事。这是我在易华所有的股份，虽然不多，是我的赔礼。我想把它全部转让给你，既是为易华曾经的所作所为道歉，也是用实际行动表明我的立场。这是易华和品尚化敌为友。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答应和你交往。一码归一码，这份赔礼是没有附加条件的。不过，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表个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冲动。我爸妈因为利益之争在闹离婚，我才知道，两个不喜欢的人，即便走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的生命就像从混沌中跳了出来，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从今往后，我会卸下一家所有的光环，从头开始去努力。等有朝一日，我变成你理想中男友的模样，你再考虑我好了。撑了这么多年，现在都放下了，也确实累了。妈这次能睡个好觉了。全家福该换了。好久不见，秦巡来了，秦巡来了，秦巡来了，哇，好帅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听说你在准上市公司当总裁了，怪不得现在打扮都不一样了，越看越帅。是啊，过奖过奖。那个，我先去跟老许打个招呼，一会儿再来跟你们聊，好吧？好，快点啊！老许，回来了。好久不见，想我了吗？还好意思说呢，你成天孔雀开屏，我这儿都快成婚介所了。婚介所？什么婚介所？给，这是什么？里头都是你离开老伙计之后，问我要你电话号码的姑娘们。我嫌麻烦，让他们把个人信息都写了下来，说是等你回来再联系他们。怎么三维都有啊？哎，老许，你看看，这些都是铁打的证据啊！我的魅力是不是比陆岑阳要高？不过还是算了吧，心里有人就不要耽误其他小姑娘了。不然和陆岑阳复合有一段时间了。
人家感情那么稳定，你也该放下了吧？来日方长。哎，老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偏向陆岑阳。我非得给自己立一个一往情深的人设，时刻监督着陆岑阳，让他不敢怠慢不然。你牛，但陆岑阳和不然一直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羡慕的不得了啊！你呀，就别当那盏千里之外的灯泡了。朋友圈？我怎么没看到有朋友圈？今天又有。哪儿呢？哎，不会把你给屏蔽了吧？来，李总裁，喝点茶，休息一会儿。现在看着你跟我，还真有一种女总裁和小男友的即视感。你要是能把我娶回家，可真是便宜你了。好，那我答应你的求婚了。干什么？怎么就是求婚了？你不是让我娶你吗？女总裁，接电话。妈，小冉啊，你跟岑阳玩得开心吗？女王一般的待遇，心满意足。这叱咤风云的陆总当起小厮还是挺不错的。你别仗着岑阳对你好，他还作威作福呢。他都让我胖5斤了，我都没跟他一般见识。阿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你能感受到吗？我的心情。易子鹤，易子鹤是在向思琪表白吗？我喜欢你无畏的眼睛，好似偷偷藏着坚持。看来不只是表白啊。求婚？他俩的进展也太快了吧！故事还没开始，结局未完待续。我喜欢你笑着的眼睛，让我肯定的相信爱的意义。也许时间会治愈，风一会醒，最后你什么意思啊，陆岑阳？那边足矣。傻孩子，他这是在跟你求婚呢。爸妈。陈阳，快点啊！我要稳不住了，要不然我给不然带。来不及变成温柔的雨滴，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来不及变成温暖的羽翼，为你抚平叹息，为你拨去无语。也许像玻璃瓶密密地装进心底。我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些透明的但是我还是很紧张。在我手心清晰。遇见你之前，我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幻想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希望和寄托。认识你之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了期待和意义。还记得
第一次在艺华美术馆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这么有趣？后来你搬进了福月阁，我是想赶你走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想要留下你，我也不清楚。也许是你奋不顾身为福利院孩子的时候，也许是喝了你的粥，也许是看到你生气乱拳发泄，也许是看到你被误会流露出执拗眼神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年的娃娃亲没有退掉，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保镖哥哥，我会不会早一点追到你？我们两个会不会早就在一起了？幸好我们剩下的时间还很多，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我陆曾阳唯一确定的就是，我爱你。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一切抱紧你。变幻的世界里，唯一不变的是你。我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不然。在爱与被爱中交替，得不到信仰。你愿意嫁给我吗？ 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 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一切抱紧你。我们睡在最